现在在吃早餐，等一下就要出发到古城去喽。我们要来吃神圣鱼子酱喽。然后，满满的鱼子酱，才2欧左右。好吃。我们现在到了塔林的古城，耶！是塔林的城门的入口。对。现在塔林是雨天，它今天会有强风出现。它的皮制品有蛮多不同的味道的，好可惜。我们来到了市政厅药局，这是欧洲最古老的药局之一，大概是从世纪就有了。现在来到一间咖啡店，它的甜点看起来好好吃。他们的拿破仑派都是长这样。这里面有肉桂跟糖，然后如果喜欢吃肉桂的朋友的话，你就可以买，因为肉桂就是要配苹果，然后苹果非常咸，它里面还有明显的分明的果皮，然后爱沙尼亚的苹果其实是蛮盛产，对，它这个苹果，它的苹果不会酸，然后它的苹果是甜的，然后再配上这厚厚的糖霜，然后还有肉桂的香味，就非常的非常有欧风的感觉。它里面还有浓浓的卡士达酱，然后配上苹果的酸甜味，非常的好吃。而且它的面包体是整个有点像是松软，所以你会忘记面包体的存在，主要在吃它里面的馅料的香味。这是店员推荐的起司蛋糕。它的起司味道偏浓厚，不像台湾的起司蛋糕，有些起司蛋糕那么甜。然后它的皮有那个像是蛋黄酥上面的饼皮，然后所以它有点像是外表是蛋黄酥的皮，然后里面是浓浓的起司味。所以我觉得这种起司蛋糕吃起来还蛮好吃，而且是手做的。下面的皮跟一般的起司蛋糕不一样，它比较
比较厚，然后它的戒指为比较松软，不是像台湾那种材料那么扎实。哦，对，综合起来。这是乌克兰的一个纪念墙。这个是塔林的黑头会，是以前的船长还有商人跟外国人之间，他们在14世纪的时候开始很盛行，但到1940年前的时候就被苏联赶走，因为苏联在1940年的时候在那个波底海三峡。会有很多殖民的情人，就是俄罗斯的国王，像Peter 一世、Alexander 一世，一世是这个 Brotherhood of the Black Hands 纪念。而且它上面那一根就是吊起来的那个木头啊，它那个就是用来搬家使用，以前会把家具吊到上面，把大型家具放到2楼、3楼使用。这么酷，对啊。上面白色的 Whitehall 是1531年到1532年的时候建的，然后现在后来也有在 remodel， 是1909到1911的时候又重新上色。这个现在眼前的是圣尼古拉教堂。教堂也被烧毁过3次，所以还没有重新修复。我们现在圣尼古拉教堂内部，现在一个人的门票是12欧元。这些是在说明它以前曾经被毁坏过的模样，塔顶曾经损坏到这个模样。这是它的塔的入口。我们现在要去圣尼古拉教堂的塔顶，现在有电梯，可以直接上去。这是圣尼古拉教堂的塔顶，然后现在可以眺望整个塔顶，就在海上那边，因为今天是阴天，但是海上那个云朵已经照亮出一片阳光出来，所以海上现在是呈现部分是金色的。其实，在塔顶可以很容易看到爱沙尼亚这边的都市规划做得很好。在这个地方的话是旧城区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，这边可以开始规划去做现代区的建筑。
要穿过城门才能到下一个教堂。大家好，现在眼前可以看到的是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。2023年初的时候，好像都还在维修、建造、维护当中。现在就是它已经开放可以进入，但是里面是禁止摄影。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蜡烛，还有壁画，以及金碧辉煌的装饰。对，里面还有一个檀香，让许多人在那边参拜或是许愿。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一座是塔林的 St. Mary Cathedral。这个教堂被推算为塔林最古老的教堂，它可能是在13世纪之前，可能就已经盖好在这边了。我们刚刚来到这个 St. Mary Cathedral， 那他刚刚那个里面的柜台已经跟我们说，他们快要到关店的时间，他是直到下午4点。他下午3点50分进来的时候，他让我们是免费参观的，他叫我们赶快就是看完之后就可以离开了。那这样的话，一个人大概是平常的话，一个人要收2欧元左右。走吧。看到这个。目的是这个。太旅行。我们现在在前往圣欧拉夫的教堂路上，现在看到那个绿率很高的建筑物，就是我们的圣欧拉夫教堂。现在到了圣欧拉夫教堂，这是13世纪在爱沙尼亚最高的教堂。它曾经因为太高了，被雷击至少劈了8次，然后有3次烧毁重建这样子。它里面屋顶建筑物的室内高度非常的高。这个教堂是免费参观的。